赢了的是我，开心过多久？我准备埋没，别怪罪不是懒惰。喊你标出我，胜败就这一刻，要点燃热血，和兄弟并肩战斗。不知心跳点，不是失败有理，我是一个传奇，要你跟我一起。就你破坏着，不说就只有没有各种享受。那将是我 hot shot， 又变成英雄了。不是开口，谁是高手？跟我突破 hot shot， 就你破坏着，不说就只有没有各种享受。那将是我 hot shot， 又变成英雄了。不过是开口，谁是高手？我不知道你现在又怎么了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欠我一个解释。昨天那场比赛，你干嘛那么火爆啊？这是你继续比赛的陈情书，你已经被禁赛了。我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口舌解释，大会才接受。他也犯规啊，那他是不是应该被禁赛啊？看他教我超没耐心。你闭嘴！我都快没有耐性了。他犯规没有被抓，是他有本事。现在我要问你，还有东方翔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一看到他就完全走样啊？打不了你去问东方翔好不好啊？我的原因是不能说了，就算你要骂我，你要打我也行，我真的不能说。W， 我是为了替杰儿报仇的，因为他是，我不能说。咕咕鸡，我认输了，我真的认输了。杰儿为了东方虫，从小就在街头吃苦。扮成球魁不求回报。球魁还没打死球。真的太伟大了，我根本就比不上啊！我看我只能给他们深深的祝福。
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敬击败李营。还有东方翔。这一次的比赛赢了是没有错，不过我要提醒你啊，你要多注意，因为你已经被篮球协会的人盯上。对，也因为他原报已经申诉啊，他已经把你所有的犯规动作都申报上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没有，只是要提醒你，我们现在在同一条船上，不要乱来。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全国冠军。冠军个屁呀！比起拿到全国冠军，我宁可再一次击败霹雳。你想太多了，我们要打的是积分赛，以我们这个状况来讲是不可能输的。除非霹雳连赢2场，我们再输1场，这样2队都是1败，我们才有可能再会碰到。那就输1场吧。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，那就做得更绝一点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来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想，你怎么会输给玄武呢？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输给他？该不是那个玄武13号的关系吧？我知道，那个人就是你从小一块练球的阿福。我也看得出他的潜力，但是再怎么也不至于打败一个我一手调教的孙子吧？告诉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。你自己的事，除非你离开东方家，否则的话，你的一举一动。赢球输球都代表了东方家。既然是东方家，就不能输。可是我已经输了。好，那你就给我把他赢回来，否则的话，香啊，不要怪爷爷插手这件事哦。承认吧，你是怕我的，因为这是你欠我的。我真的很不想违背我的原则，不想就这样认输。但看到东方虫，就让我想到杰儿，想到杰儿，我就想到，如果我是杰儿的话，杰儿叫东方少爷。你是小绿。没礼貌，叫少爷。老大，不要忘了你们的身份。我跟东方翔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。但是如果我是球魁，我可以陪他打球打一辈子，没有身份的差距，也没有人会阻止我。一旦我不是球魁，我就像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，失去了玻璃心，就只是灰姑娘罢了。这叫我怎么继续喜欢杰儿呢？谁来告诉我啊？
看来上一场比赛输球的事情，真的给他们两个很大的打击啊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什么办法让他们两个打起精神来才行。哎，什么方法？笑一下，笑一下嘛，笑，不要这么闷嘛，你们啊，对，是不是？是不要这么闷嘛啊！闷什么？闷什么？笑一下嘛，笑一下嘛，不要不开心嘛，笑一下。闷什么闷？闷什么啊？笑一下，笑一下，来，跟我一起做，来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笑一下嘛，你有心声，笑一下，快点笑一下，笑出来嘛，快点。很遗憾，我们输了一场原本要赢的比赛。不过大家不要气馁，因为全国的区域选拔赛还没有结束。只要我们打赢接下来的2场比赛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再对上玄武，甚至拿下冠军。而且接下来的2场比赛都不是对玄武，所以我想，你们应该可以发挥正常水平了吧？袁大英、东方翔，跟我去社团办公室。我最后一次问你们2个，那个对方的13号球员究竟跟你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你们一遇到他就变成这样啊？作为球队的得分主力，1场比赛出手不到15次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你，带4次犯规进中场休息，你是打球还是打擂台啊？如果你们还当我是教练的话，现在就告诉我，那个13号球员究竟有什么能力让你们变成这样啊？好，算了，我放弃，我不问了。反正接下来的比赛当中，我们暂时不会遇到那个13号的球员。但是我要你们2个答应我，忘记上一场对玄武的失败，把所有的心力都投入到接下来的2场比赛当中。教练，上一场的比赛是我的责任。我会努力弥补这个错误。若没受好心练球。那你呢？你能不能保证在接下来的比赛恢复到正常水平？我不能保证。啊？你上次失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？失恋？哎，算，当我没问了，你也不会懂。就让我慢慢学习，学习悲伤的时候不闭上眼睛，趁眼泪还没形成之前，就在空气中蒸发掉。哎，够奇怪啊！你干嘛啊？我都已经这么惨了，你干嘛打我？你耍什么忧郁啊？之前不是还说自己偷偷爱一个人很快乐的吗？现在又说自己失恋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也很想把所有事情告诉你啊，可是我答应过人不能说的。我只能说，我这一次真的遇到对手了，而且不光怎么追，也追不到了。我告诉你，失恋并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中必经的过程。你说失恋也算是爱情的一部分？没错，
真正的爱情是不管自己付出多少，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回报，基本上是独立存在的。不管心再怎么痛，也不会后悔吗？嗯，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。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。这句话听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好伟大，好扎心哦。这不就是结合半支球队对东方翔的付出吗？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。你没事吧？发什么神经啊？哎呦 W， 你一番金银良言真是一语吓死做梦的人啊！是金玉良言，一语惊醒梦中人吧？你中文比我好吗？当然没有。那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我现在浑身开朗。W， 我真的太谢谢你，我答应你，我在打球的时候一定会好好表现，我不让你失望的。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，真爱是不求回报的，太感人了。哇，战神东方翔火力全开了，远投近切，通通都可以，跟上一场比赛简直判若两人呐。当然，对于梅林大学来讲，他也不甘示弱，他必须要把握他身上的优势，尤其在此刻，他频频的在篮下硬吃得手，使得比数呢至少没有被拉得太开。在一记妙传之后，原帅袁大英灌篮得分，又为霹雳烽火狼再下2分。在前一场比赛对玄武5犯提前毕业的袁大英，在这场比赛有如脱胎换骨，而且跟东方翔的合作是里应外合，合作无间的气势。袁大英一记漂亮的火锅，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，袁大英已经送出了第4个火锅了。那么在最后这个灌篮之下呢，袁大英又展现了他这场比赛的价值，让球队呢轻松的击败了梅林大学。状况非常好的霹雳烽火狼已经是连下2城了，目前的积分呢是坐2望1。那现在关键呢就看立信大学跟玄武大学的交手。如果玄武大学输给立信的话，那么霹雳大学跟玄武呢就有机会再度的进行交锋。可是玄武大学目前是不败之身。你要这个状况这么好的球队去输给立新，有点困难嘞。是啊，我觉得这比登天还难。要一个这么强的队伍呢，啊，哎，那听好了，我是霹雳烽火狼队的王牌当家袁大英，玄武的臭老头来季坑的季坑教练，跟那13号手脚不干净的家伙给我听好了。这个白痴又想做什么？你们上次很饶性的赢了我们一场球。同学。饶性、侥幸吧，你念错了。你中文有比我好吗？我不会念饶性。闭嘴！那玄武，你们就要听好了，你爷爷我现在要命令你们，马上输给立信，来一场男人的战争！嗨呀！哎。下手也太重了吧！你还敢说？胡闹也要有个限度吧？你居然在全国转播的媒体上面叫玄武放水输给立新，你疯了你！哦，我就想再跟玄武再打一场啊！哎，W说的没错，当然你疯了。玄武再训也不至于输给立新啊。对啊，哎，立新根本就只是陪绑而已，好不好？会输我投给你啊！真的吗？哎，玄武输了！我朋友刚刚打电话给我，他说玄武竟然输给立新啊！不是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哎呦，真的啦！刚刚打电话给我，他说玄武竟然以87比85，2分之差输给立新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下一场比赛要对到的是玄武喽。太棒了！我说什么再也不会输给那13号了。玄武竟然会输给实力最差的立新，
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我知道，那个人就是你从小一块练球的阿福。但是再怎么也不能打败一个我一手调教的孙子，因为这是你欠我的。我一定要跨过这个关卡。休息一下吧。才刚比完赛，你又练了好几个小时的球，我很怕你吃不消啊。少爷，放自己一马可以吗？就算克服不了对他的恐惧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蝉对我而言，已经不单只是恐惧而已。而是一种全面性的威胁。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克服的话，我就真完了。东方翔，我不太会说话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帮助你化解对蝉的心结。不过，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好人。因为你从来都没有逃避对蝉的罪恶感啊！既然你都有勇气面对这份可怕的罪恶感，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试着把这份罪恶感从你的生命中抽走，试着放手一搏，跟他打一场球，试着去战胜这份可怕的罪恶感。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。谢谢你的鼓励。只不过，接下来的事情还是我必须自己一个人去面对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关你的事。你现在已经是玄武的正式球员，如果人家知道你打球赚钱的话，对你对我都不是件好事。你不要给我拿翘！这一次顺你的意，故意放水输给立新那个烂学校，你至少也回报我一点吧。哎，
至少在赢得霹雳拿回去冠军之前，你不要再给我捅娄子，你懂不懂啊？地球人杰尔，我是来自索尼比亚第50号星球的芭比外星人。吓到了吧？真的很无聊哎，来找我干嘛呢？没有啦，我是想说你脚应该还没好，所以我就帮你买一些吃的给你吃啊。嘿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你心情不好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不会是在担心东方翔吧？我在想，跟玄武的比赛又要到了，可是东方翔他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放下对蝉的心结。我担心这次比赛他又是挨打的份。如果我是男生就好了，还可以帮东方翔挡下蝉的攻击。大英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进去休息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谢谢你的晚餐。不会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杰的心里真的只有东方聪一个人，一点容纳我的空间也没有。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。不行，不行，大不如说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，我不能这样放弃，我一定要为了杰儿做些什么，就像杰儿对东方翔所做的一样。但我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如果我是男生就好了，还可以帮东方翔挡下蝉的攻击。我懂了，既然杰儿是这么想保护东方翔，那我帮他保护东方翔，就等于付出我的爱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真是天才呀，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。你们想要干嘛？东方朔先生想请你去他家做客。东方朔，我没兴趣。很抱歉，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告诉东方朔，这笔账我会算他孙子东方翔身上。
东方朔，你把我带来这，想做什么？哎，千万别紧张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测验而已。没空理你。哼，恐怕由不得你吧。这个测验很简单，只要你在他们3个人的防守里能投进1球，我就让你走。你的能耐就这么多吗？boss， 真的跟你说的一样，他只要受到刺激，他的体能数据就会开始迅速增加。他现在的数值已经超过了东方少爷的最高数值了。他的力量是来自于他的恨意或愤怒，恨得越浓，他的力量就越强。小强啊，我看来这次你真的碰到一个强手喽。啊！很好，阿福啊，继续保持你的恨意。后天在场上啊，给我们东方翔好好的干一场啊！哎呦，大英，你一大早把我带到这里来要干嘛啦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啊。帮忙？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些要对付蝉的秘密绝招，然后想要请你以这个球魁的角度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用。秘密绝招？大英，你有想干嘛？上次被判出场还不够吗？哎呀，放心，这次不会了，我不会再笨到动手打他了。这一次，我要他比我先下场。真的？我保证。那杰儿，球魁，帮我拿着。听好了，第一招叫做是蝉高1尺，鹰高100丈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发现蝉只要看到东方翔准备一切入进去的时候呢，他都会偷偷给他架个拐子。所以只要看到东方翔准备要切入的时候呢，我卡在他们的中间，让东方翔有空档可以得分，我再故意跌倒，哈，裁判就判蝉犯规，真的是一举2三得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一举2三得，这句话蛮贴切的。那这不重要，另外一招叫做是缠捕东方虫，率鹰在后头。也就是说呢，我看到东方翔准备要上篮跟灌篮的时候呢，蝉都会在他后面偷偷的暗算东方翔，啊哒！所以，我只要看到东方翔一跳，我也跟他一起跳，蝉就拿东方翔没辙了嘛！哈哈哈，太强了！另外一招叫做是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
这几招没有用吗？这些招式根本就是把自己当成肉垫嘛！你太小看残了，他下手的力道异于常人。你要是真的用这些方法对付他，不要说撑完整场比赛，搞不好你会有生命危险呢。姐，你放心啦，你忘记我的专长是什么吗？耐打嘛！你记不记得上次东方翔跟别人打架的时候，我帮他挡了一拖拉骨的打手攻击，也没事啊。放心啦。大英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才想出这些把自己当成肉垫，好来保护东方翔的馊主意？是你想太多了吧？你老实告诉我。其实我就是要这么做。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做？我以为我这样做你会开心。你是笨蛋吗？你这样伤害自己，我怎么可能会开心？就算是为了东方翔也一样。姐儿，对不起，比起你为了东方翔办球魁的付出，我为你做了这么点，算不了什么，真的。在你手心，会有谁给你的美丽？经着痕迹，就让我的心安静地守着你，把祝福送给你。就是要这么做。我以为我这样做你会开心。大英竟然为了我，想要牺牲自己帮助东方翔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大英去做这样的傻事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才行。也值得我放弃。教练，我拜托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说，下一场对玄武的比赛，能不能不要让大英上场？为什么？今天早上大英来找过我，说什么他想到一些对付玄武的新绝招，但是我发现他打算把自己当成肉垫，想要牺牲自己，好让球队获胜。这个笨蛋，他一定是在想招式对付玄武那个13号。教练，我看得出来，大英的动作都是非常危险的牺牲打法，而且这个家伙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，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听。所以教练，我拜托你一定要阻止大英，好不好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快拿球往上去，快点啊！大英，你确定你要做这个特训？对啊，要是弄不好，可是出人命的。我拜托你们别再婆婆妈妈了，好不好？少废话，你们全力做我就对了。我要练习如何挡下场内攻势。那到时候如果你受伤的话，可不要怪我们哦。废话少说。准备好没？好了，准备开始。闪电，香蕉。
快就跑！Go！ 哎，他还活着吗？不知道。那，你们是没吃饭是？大力一点啊！再来。袁大英，袁大英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危险？要是受伤了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少运动选手因为受伤不得不终止运动生涯吗？要不是杜飞跑来告诉我，我真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。哎呀，你这个叛徒！亏我把你当兄弟，你竟敢出卖我！大英，不要再念了啦，我脚都很酸呢。为什么我们两兄弟要跟大英一起罚蹲啊？明明就是大英说死我们的。对啊 ，W， 是他骗我们说你下了命令呢。喂，连你们能出卖我，太不义气了吧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都好。袁大英，你们兄弟两个的账，我晚一点再跟你们算。袁大英，我听杰儿说，你为了对付残，想出了一些秘密绝招，是吧？这个。什么样的绝招秘密到连我这个当教练的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，既然都是秘密了，怎么让你知道呢？你就不要急嘛，等比赛的时候你就知道啦。你以为我会允许你在球场上当肉垫吗？哎 ，W，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很蠢，但是你要听我说哦，我今天这样做也是为了球队想要打赢比赛啊。你也看到了，那个残在上一场怎么对东方翔的？我这个做兄弟的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？是袖手旁观吧？你这个派头成有比我强吗？W， 我是真的不用说了，我虽然也很想赢得对玄武的比赛，可是我理应还不至于没有用到要靠牺牲球员来赢得比赛的胜利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我会找一个新球员加入我们的球队。新球员加入我们的球队，那这样不就有6个人嘞？那就有1个要当板凳球员啊！太好了，哎 W， 你干脆把东方翔去当板凳球员，这样残就不会对他下手了。那我也不用当肉垫啊。袁大英，干嘛？那个板凳球员就是你。什么？板凳球员袁大英，板凳球员也有自尊啊！进攻！大家好，我是范德，没想到我可以受到 W 的青睐加入球队，而且第一次就上场比赛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。你这是抢走了那个先发位置那个球员啊！你蛮有胆量的嘛啊！袁大英，不准欺负新球员。那不就让我上场打球，我不用弄那些秘密武器，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，我要上场打。OK， 出发之前，我先大致讲一下今天的战术。对方的13号球员由肖云跟肖宇2个人联合防守，你们2个人尽量要让残远离东方翔。W。一直等一个人，等了很
求，这一场独角戏是很寂寞。春夏秋冬，我的窗口只有风经过。爱很深有多深，我也不懂。你走后，我的心变得脆弱。听一首歌也觉得痛，但我谁也没有说。右边的座位，右边的枕头，都已经空了那么久。为你守候，那是因